阁下烧天津卫，3道浮桥，2道关。南门外叫海光寺，北门外是北大关。南门里是教军场，5楼炮台灶中间，3个垛子，4吨炮，黄牌便车去海关。你了问郭德友是谁？别逗了，我和老师队队长没听过。点烟变冤震水鬼，撬动底下拿河贼，天桥溜达一圈，都能接货做人皮炸弹的特务。问他名号，那你了可得听好了，郭二爷，人家那可是天津卫的和珅。这地震可够罕见的啊，蛇都震出来了。别动啊，别动。哥，这地震够厉害的。地震有嘛厉害？不正常吗？毛毛雨啊。哥，咱这下绝活还这么明目张胆的，是不是有点忒狂了？您就不怕这几个孙子去水警那儿举报咱们呢？狂嘛呀？这几个老干连和珅都不知道是嘛，还举报还？再说了，我估摸石家闺女是投河了，这会儿郭德友估摸正在河里捞人呢，还有公馆的哥哥。于四哥，您这网天天下，一天能捞不少鱼吧？嘛挺多的，一天也就300-400斤吧。能不能哥几个都不想拉脚皮了，想跟着哥哥发财呢？我妈妈说过，这河里一到晚上有水猴子，专吃人脑浆，我可不敢。迷信，水猴子，就是拉着个僵尸。哎，一个德和乐，我给他撂倒喽，拿双筷子，连酱油都不沾，给他生吃喽。哥哥有鱼。这鱼可不小啊！这死沉的，那得有20来斤。看着了，等于搂一卖，够吃半个月的。算你一份啊！使劲，1、2，走！不少啊！哥哥，河漂子被动，保管吧，别真砸了市啊！四哥，你看到了？这。河漂子别动，别真砸了市，咱保管吧。桌子不要了。见怪莫怪啊！于三，瞧你那点出息，红桌子你都要啊！我都有。
郭德友，你凭嘛抓我？这跟我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！你凭嘛抓我？哎呦，于三儿，凭嘛抓你？再让你下2年绝户，海河里都没鱼了。谁看见这绝户网是我下的啊？哥儿几个，你们几个家住哪儿？我可都知道。你干嘛？干嘛？别嚷嚷！你干嘛的？你凭嘛抓我呢？就你还知道我们家住哪儿？来，你再猜猜，我住哪儿？啊？青县，我你妈还住沧州？五河水上警察队，丁毛，丁警官。队长，你怎么打劲儿出来的？你问我想啊，三岔河里捞漂子，赶上地震，给我震这儿来了。好家伙，4里多地儿，没换气儿啊！那不正常吗？哎，师哥，加谁了？那不下绝户网的吗？哎，过来收拾收拾。收拾收拾。我说的是俩票。停！哎，这怎么还压了条蛇呢？土没孩子，切不缺德。哎呀，去吧。郭爷，大乔看一看就是您。大嫂，麻溜的。来了！票子，郭师傅，这2具尸体什么来路啊？是不是这俩倒霉催给开了？胖子，你可别瞎说啊！这俩票子跟我没有嘛关系啊！别在那儿叫样子了。哎，师哥，您这和珅可又露脸了啊！啊？干嘛的？别拍了啊！来，拍一个。老三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师傅临死前说你担不起和珅这俩字儿，谁叫你和珅你准倒霉？是感觉真有这事儿啊？觉得我现在就够倒霉的了。行了，你呀，赶紧把这药吃了。为了老那姐姐，你在河底这下撞的可不轻啊！嘛情况？没事，可能眼睛花了。西医大夫说了，你最近会出现轻微的幻觉。嘛是幻觉2位还没好啊？锅子可好了啊！还得是老回味仔一样地道。哎，你吃啊？愣着干嘛？守着这位，你们还能吃下去啊？吃吧，不咬人。是有上铁链子摘了，那泡在水底下，少说都半年多了，都镶在肉里边了。那脖子上好像擦了层膜，锈上了，拔不下来了。师哥，我瞅着哎，像是个印儿。这应该是把镇邪的镇。镇物？这是什么呢？真的2具尸体？不过是挺奇怪的，一般尸体下水，不是被水泡了，就是被鱼咬了。你再看这娘俩，硬得吓人。哎，那孩子呢？我儿子，你别回头啊！丁某，抄家伙，我儿子没有。郭师傅，你别吓我。
师哥，嘛也没有啊。师哥，你这伤又疼了吧？郭师傅，你刚才看见啥了？我看见那死孩子让这主人背着，在这后边呢。不可能啊！那死孩子我们装小棺材里了，难道？不说一起吃饭吗？怎么自己造上去还？师叔，怎么弄的？哦，下好捞漂子撞的。哦，是不是伤口碰过漂子？啊。师叔，您老见多识广，我师哥他这怎么了？中害神了。嘛是中害神了？迷药邪术，人中其药，则恶必骄。目见邪鬼行，耳闻邪鬼声，久之长思自尽，不知亦实无一生啊！哎，吴老显，你说点咱老百姓能听懂的话行不？师傅曾经说过，一旦中了邪术，就会频繁看见不干净的东西。时间一长，精神崩溃，就自杀了。不是，那这玩意儿能治不啊？师叔，这是不是西医所说的幻觉？西医都给开药了。我上哪儿懂西医去？上次见到邪术，还是在蘑菇道这个邪教的一本书上瞧见的。蘑菇道？没错，就是当年害死你大哥的那个蘑菇道。20年前，我腿还没瘸，在咱这儿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捕快。那一阵，天津卫总是丢小孩。有一天，我接到线报，人贩子有可能在南门一带出现。于是，我趁着黑夜躲在了那儿。李公祠曾经为李督军所建，督军死后就变成了百姓们的菜地。后来传言那儿闹鬼，也就渐渐地荒废了下来。我本来不信这些东西的，直到那一夜。我原想这只是普通的排华案，哪成想当那个东西回头的时候，把我下半辈子的命数都改了。天杀的，谁能想到偷小孩的居然是只怪猴？我同那畜生斗了几个回合，给了他一下。谁料到后面有口井。
城里之所以丢小孩，正是因为那个魔古道的余孽。想来这厮自知命不久矣，便躲在井底驯养马猴抓小孩。你大哥的尸首也在那里，想使小孩续命的邪法，可还是一命呜呼了。那是一本魔古道的邪法，我当时双腿已废，本想着恢复些气力再爬出去求救，可哪料想啊，那井下邪修居然还有后手。老先生，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那个小要饭的，是井下邪修的徒弟。那合着您老这腿是这么瘸的呀？有你那么说话？塞饭都堵不上你嘴。感情您老腿是这么瘸的呀？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巡捕房又抓了他们一个同党，从他嘴里得知了这个小贼的身份，他叫连化清。连化清。爸爸，我饿。小虎乖，一会儿饭就做好了。呀，连化清我兄弟，这么晚咋过来了呢？正好，等会儿一起吃点。爸爸，我饿。这孩子，你说少吃一口都不行。等着，爸爸给你看包子蒸熟了没？太烫了，爸爸给你掰开。一个包子呢，你吃不了。这把老包子给你连叔送去。我不饿，白似乎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话。郭德友要坏咱们的事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放心吧，等明天我给娘俩做好饭就去办了。对了，你不吃点儿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包子蒸好了，起来吃点啊！又不搭理我，我带孩子出去玩会儿。弟弟，出去玩。好，出去玩啊！走。哎，丁某，你有包子没？给我俩溜溜缝呗。不是有拿包子溜缝的吗？你能不能别添乱了？您接着说，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失业了呗。我这种废腿啊，还能干嘛呀？在天桥边上，跟那个姓崔的抢点生意，说书，卖药糖。要不是你师傅接济啊，我都活不到今天。这么说来，那母子俩的死就是魔古道给害的呗？我师哥这邪病也是因为莲花清才得。相传古时魔古道曾用邪术引发过大水，后来有能人做了这9牛2虎1只鸡，镇住了海河。这俩应该就是9牛2虎中的2虎，这是魔古道的憋尸术。先捞出这些阵物，然后再用子母尸
将这些阵物破法，为的就是借邪术吸干河底地气，再次引发水淹天津卫。我说老爷子，你是说书说上瘾了啊？这越听越没溜啊！那不封建迷信吗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不是你今天晚上到底来干啥了？哎呀，这唠一宿了，终于唠到我了是吧？我呢是受人所托呀。受人所托，谁啊？还能有谁呀？石老爷呗。不是你忘了，你不捞上一对吗？那是城里都传疯了都，说是石老爷的闺女未婚先孕跳了河。不可能是他，时间对不上。老百姓不知道啊，所以石老爷托我找我俩发小，啊，也就是你俩带个话，说这个只要是你们破了案，堵住老百姓的嘴，那这酬金就随便提，我从里边这个是不是赚点？得了，闭嘴吧你，就知道钱。我因为这发小我都倒血霉。哎，师叔，如果以后我再碰见更厉害的邪术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对抗心魔？向生而死，向死而生。有些事情你越不敢面对，就越要面对，就看你自己了。有点没懂。我也不懂。这是你那死鬼师傅跟我说的，他曾经和魔古道斗过。大郎，你跟石老爷说，这活我接了。哥，但是我不要钱。不是，你不要钱，你要啥呀？你要保卫天津卫啊？你这不也整封建迷信的吗？什么迷信？最近地震频发，这是河底地气要被邪术吸干了。什么地气？你说什么玩意儿地气啊？不管这邪事是不是真的，我都要管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得讨个公道。要这么说，郭大哥是被当年那个魔古道里的老嘎巴死的给骗了呗？从昨天到现在，你没看见我师哥那眼神都不对，而且你还非得吃包子。我说，就你这有钱，还没我小拇哥粗。要嘛钱？没钱。哎，大哥，师哥，老板，给我来碗嘎巴菜。来。我都打听好了，当年巡捕房有那档案，再后来兵荒马乱就转移到。哎，那不是闹鬼那图书馆吗？那你俩当警察的，查阅一下应该管用吧？不管用。机密文件，没有上面的查阅文件，谁也不能动。我说姐姐，你不看报纸啊？我们俩是警察。怎么听不懂话呢？都跟你说了，没有文件，谁也不好使。这叫嘛？这叫王八的屁股，叫规定。规定是死，咱人不是活的吗？我们先进去，文件回头补给你不行吗？姐呀，我们是真着急，你别老看那王八的腚，你看看我的脸，通融一下。说不行就不行。王可立的石头。看来你这脸也没看过规定啊！你老挤兑我干啥呀？你俩不警察吗？你俩自己把文件拿出不得了吗？
大半夜的爬床跟做贼似的。咱俩是水里人家山上的，走完流程，文件拿到手少说半个月。哎，干啥那么长时间呢？行，那你早点回去吧。你姐夫下班晚，我先打2圈麻将去。因为王八的屁股呗。又是规定啊！嘘，晚上刮风，窗户记得关好了啊。放心吧。行，那走了。天宝，放心才怪。都麻利点啊，别出动静。这图书馆为嘛弄这么些镜子？这都是风水镜，你不知道吗？当时人皮炸弹的事儿不就发生在这儿吗？哪来那么多小道消息？真的，那是几年之前来的。图书馆那天刚开门，有个看书的老头，发现管理员趴在张桌子上一动不动，哎，就那张桌子。姑娘，姑娘醒一下，姑娘。出人命了！出人命了呀！出人命了！你猜为啥？为啥？那管理员倒下去之后啊，那老头发现他早就死了，那枪子都被掏空了，里面还塞着定时炸弹呢。哎呀，越说越邪乎了，定时炸弹都整出来。真的，日本特务干的，当时想炸死个当官的，还你看你还不信？哎，老郭，那2年前你不也有一个人皮炸弹的案子吗？哎呀，别以讹传讹了，我那时候抓的是往死狗肚子里藏烟土的毒贩，哪来的人皮炸弹？反正那事儿之后，这就一直闹鬼。一到晚上，那个管理员就到处溜达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么害怕。别贫了，起来，有还有。哎呀，找到案，快点！不行啊！哎呀，怎么一股猪下水味儿？档案就在里边，你快点的，带进。我这又不是水爆土，水爆土也不能这么快呀！等着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你俩听什么声没？啊！你老吓唬自己人有意思吗？赶紧的！哎，赶紧，快！哎，开了，开了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大半夜搁这站着干啥呀？手里还端个王八。你们干嘛呢？偷东西是不是啊？不是，姐姐，我们不是那个。什么不是？我看你们3个就是贼知道吗？等着啊！来人啊！等一下，姐姐。你别动啊！丁某，你告诉我他身后那是幻觉。哎呀，不是老郭，
说没有鬼吗？我哪知道？我师傅说这世界上没鬼啊！那后面什么玩意儿？这倒是太摩登了，这个怎么跑不到头啊？师哥，这是不是鬼打墙？分开跑！好，站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走！小龟，这是我的家人。小龟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。这都是幻觉，闭着眼睛冲过来。师哥，快点！没事。什么情况？都是幻觉。是他手里那玩意儿。刚才他给咱们下的迷药，肯定跟蘑菇道有关。抓住他！站住！小龟，别跑！小龟，小龟，你等等！妈呀！大哥！师哥，你俩赶紧追！我相信。快追，快追！小龟，还不走，在这站菜呢！小小龟呢？这边。
南街那边着火了，怕嘛又没烧你家。那哥俩小王呢？抓着鱼了吧？碍你嘛事儿啊？拿2捆那袋子去。四哥，那么大火气，我都做下病了，我看见辣椒皮的我就来气。滚！有鱼！哎呦，你可算来了！可赶上这波来劲的四哥，一卖都吃不来。郭德友，他们咬死你呀！我就捞个鱼，你至于吗？哥哥，慢点！你别用弄俩票子害我！什么呀？给。小龟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刚说王，这草龟是你家人？我弟弟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弟弟？他参军死了，就留下了这只龟。遗物。哎，你这么费劲的找这些档案是为嘛呀？为了我哥哥。你哥哥？我哥哥也死了。前几天我才刚知道，这是档案里这孙子弄的。遗恨。嘿，你这话茬接的可真够硬的，那叫遗恨呢。那我想报仇有错吗？可是你这样不太像报仇，反而像在跟自己较劲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嚎丧了，你跟他们能比吗？咱们没爹没妈，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。等我拜老和尚为师以后，有钱了再给你买，行不？真那么想要那泥人儿？那能好好吃饭不？等着。哥哥，你有钱吗？我想办法，你好好吃饭，等我回来。你说的很对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真的……你干嘛？不干嘛，看不惯老爷们没个老爷们样。人生在世，谁没个遗憾？一个个都在为昨天默哀的话，人还活不活了？有时候有个念想就得了，告诉自己以后别再犯错。你得向前游啊，河神。拉倒吧，你可别叫我河神了。而且，我该往哪儿游啊？怎么了？字都让水泡糊了，我去哪儿找莲花清的线索去？莲花清？你是说20年前儿童失踪案的那个在逃小嫌犯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小点声。我在图书馆上班特别没意思，没事闲着看呗。那你看到过关于他的档案吗？当时巡捕的人查出他是陈塘庄的人，后来好像在魏家坟那带要过几年饭，再后来就没人见过他了。
下坟。师哥，师哥，我眼看着你跳河里被冲走了，可算找着你了。那猪头抓着没？真够热闹的。小花，小花，哎呀，哎，你干嘛呢？眼珠子疼，腿肚子。猪八戒下凡了，哥哥，别拼了，这以后得怎么办呢？嘛怎么办？网啊，又给收了，钱呢也没了。这有钱买网，回郭德友再给收了，那怎么办？有嘛好慌的？不就河神吗？啊，大不了不下水了，咱以后咱上岸。咱在陆地上，上岸干嘛？干嘛？干嘛上岸当坏人。这主意，这主意好啊！哥哥，小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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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孩子呢？给我药，让我见我老婆孩子，求你了。可没办好事的你，又能给我什么呢？我什么都给你，我一定杀了郭德友。只要你能让我见我老婆孩子，我什么都给你。求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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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你了。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既然躲不掉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玩一场。爷爷啊，
就这儿吧。没事啊。老爷子，馄饨怎么卖？2个大子儿1碗，3碗馄饨10个烧饼。好嘞，你稍等啊。师哥，再往前走就是魏家坟了。这个老多年没来了，魏家坟原来啥样来的？当年啊，有个缺根筋的外国烟草公司，相中了，在那儿盖了楼，然后就开始忽悠村民种烟草。但是，那整个村都是片洼地。那是小雨小涝，大雨大涝。后来烟草公司倒闭了，久而久之，那就成了片荒村。荒村是没有了，听说现在一帮打把式卖艺的住那儿。无钱来的？哎呀，都有吧。馄饨来喽！好了，来，哎，我，来。哎呀，3位，这是要去魏家坟啊？嗯，听我句劝，可别去了。为嘛呀？哈，魏家坟这地儿，藏污纳垢不吉利，有时候还闹鬼呢。哎，这馄饨太好吃了。哎呀，吃你就得了。老爷子，那儿闹的什么鬼？嗨，以前就是冤死在魏家坟的那些鬼呗。你还别不信，据传说呀，魏家坟下头有条阴阳河，每逢3更出现。但凡误入阴阳河，要被冲进18层地狱呀！把地狱都长出来，这老爷子真梗儿。老爷子，这个地狱啊，不收咱们。但你这馄饨真不错，一会儿再给我来一碗。哇，你看这小本买卖，馄饨卖没了，实在是抱歉。哎，我说3位啊，吃完了你们也赶紧走吧，要下雨了。听我句劝，天眼瞅着就要黑了，就算是没地狱，也别让大雨困在魏家坟啊！哟，东边上来了，你看。这又唱哪一出啊？这不是荒村的这个？哎，是不是妖怪这个？看仔细了，那是假的。先生好眼力，欢迎各位莅临北洋怪奇大戏班。看过这玩意儿呗？啊！给钱！美女折了，过来看看。哎，进来瞧瞧。给钱！美女折了，快进来看看。美女折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这玩意儿设计的巧啊！哎，这咋整的呢？来，看。哎，啊！哎，给钱！奇妙美女折，10文。奇妙美女折了，快点进来瞧瞧啊！宝你没见过呀！奇妙美女20斤的大耗子，你绝对没有见过。哎，本官，20斤大耗子。哎，对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这店里省成那么多，挣得着钱吗？不瞒2位，咱们也想去城里，但苦于没有钱交保护费，再加上大家伙儿刚天南海北的凑到一块儿，节目还需要磨合，所以先在这儿演练。哦，几位要是玩得高兴，回去记得帮我们宣传。行。哦，我晚上还有节目，先告辞了。啊。20多斤的大耗子长嘛样？我扯犊子，水獭。多加点小心，这个力量恐怕
不简单。走，先打探打探。莲花清，没听过。没听过，别低着头跟我说话。某家未曾见过此人。啊！什么情啊？我听不清。行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说这打听个莲花清怎么这么费劲呢？这地方是不是没有一个正常人？那搞艺术的脑子是不是都有病啊？三位爷，莫不是要打听陈塘的那位莲花清？小人知道此人。哎，烧饼都吃了，你快说。我们那儿都知道这事儿。当年他娘掉进河里的时候，被捞了出来，然后就未婚先孕了，生出来一个双瞳，大伙儿就说他是河妖转世。河妖转世？那他是河妖，接着说。后来他娘死了，把他赶了出去，然后就到这魏家坟，跟2个乞丐结拜，相依为命。今天当着关二爷的面儿，我们3个正式结拜为兄弟，磕头。那2个乞丐认莲花清为大哥，平日里对他好生伺候。奈何那年闹灾，粮食短缺，3人眼瞧就要被饿死，莲花清无奈，只好独自出门乞讨。还是大哥有办法。有这饭，咱兄弟就不用挨饿了。2位兄弟这话说的，这饭本来就是我的，你们在这睡觉又有什么脸吃？大哥，这是什么话？还不是因为饿得走不动，平日里还不是我2人出去要饭供养大哥。人家都说你河妖转世，我2人仍不嫌你，你却如此忘恩负义。这不跟2位兄弟开玩笑吗？我这当哥哥的怎能让弟弟受难？这饭本来就是你们的，快吃吧，我去捡点柴来。好狠呐！连自己的兄弟都杀了。那老者是魔古道的余孽，看中了河妖莲花清的狠毒，收其为徒，并将2个小乞丐埋在树下。还有这么回事呢？这莲花清太不是东西了。你们如果去找他，千万别相信他说任何话。河妖的罩门在他左肩膀，因为那里受过伤。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你到底是谁？河神替我报仇！咋的了，老郭？这撒泡尿功夫咋还躺下了呢？累了？那小叫花子们。啊？什么小叫花子？啊？住口！追！别跑！来，师哥！别跑！
别害怕哦，别玩了，赶紧的，一会儿了啊！嘛东西过去？让开，让开！就等好人进去了。这应该就是之前的烟草公司，就是这儿，追！老贾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带猪头面？哎，老贾，你刚才看着一个长这老高、带个猪脑袋那个？家道中落的男人选择了屠夫的职业，因为相貌和自卑的性格，处处受人排挤和欺负。就在男人心灰意冷的时候，那束光忽然出现了。出身名门的他与她相遇，这注定是一场禁忌之恋。然而上天却在此时给他们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。当女人怀孕，决定与男人私奔的时候，一个意外夺走了女人的生命。男人的世界坍塌了，因为爱人就是他的所有。他无法面对这一刻。那一夜，他对天发誓，只要能让他同爱人重逢，他愿意付出所有。终于，神迹降临，古老神明实现了他们爱人重逢的愿望，而代价则是，男人变成了神的使者。
好，拉住了！好。救我！大佬，怎么样？这不是卖肉的白屠夫吗？我知道，都是假的。可是，要能跟你说说话，该有多好。这是石老爷家的闺女。又是被莲花清的迷药邪术给害的。莲花清，莲花清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躲躲藏藏的，算什么本事？你以为我会像白四虎那个莽夫一样跟你拼命？你害了人一家，还说出这样的话，真是个畜生！我是畜生，那白四虎岂不是畜生中的畜生？你真的以为舞台剧演的就是真的吗？如果我告诉你白四虎其实就是个傻子，天津卫近日来刨奔杀人的就是他，石老爷家的闺女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是让他给刨死的。住口！这个疯子看人家好看，就给人家敲死了，抱回家睡觉。后来要烂了，才拿盐腌上。你觉得他值得可怜？叫你住口！好，那咱们聊点别的吧，聊点你。别动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只是想看看河神到底是不是神呢。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把他放了。想让我放了他，那就先玩个游戏吧。他已经中了我的术，如果你不听话，他马上就会死。好，你摆下道来。我接着。我只想看看大名鼎鼎的河神会不会杀凡人。小二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脚下那把刀捡起来，他俩人只能活一个，决定权在你自己。我哥哥早就死了，你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？当然有意义啊！你如果认定他早就死了，就再杀他一次就好了。你会这么做的，对吗？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。快选吧，不然我来替你选。哥哥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和李大愣他们打架了？哥给你打回去。没有，没有，只是有些话，我一直想对你说。说对不起干什么呀？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？有，我每天。我每天都有好好吃饭，真的。哥，原谅我。向生而死，向死而生。有些事情，你越不敢面对，就越要面对，就看你自己了。你笑什么？是笑自己太软弱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，我要谢谢你，莲花清。是你让我明白了。我最不敢面对的，不是幻觉，而是自己的心魔。还有，别再叫我和尚，杂碎！大太阳！我上辈子是不是得罪你了？我都这样了，绑在这儿，你还跟我没完？你闭嘴！不是老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一出来怎么跟疯了似的呢？非拿这玩意儿插了一字，你干啥呀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一天天倒霉催的。那天晚上，我说我和兄弟跟上个老娘们儿，结果他不是个老娘们儿，是个大马猴啊！还把我兄弟给弄死了，多混呐！也是让那猴给抓来的。看来这些人也是中了邪术了呀。他可真行啊，可惜连莲花清的影都没摸着。那咱们搁这磨叽啥呢？赶紧回去不就完了吗？大伙儿别搁这待着了啊，都回家吧。地给淹了，咋还能带你去呀？坏了，是水坝！大家不要乱，我
我们是五河派出所的，跟着我上天台，外面船应该被水抬上来了。来，上天台！快点儿，往上走，快，抓紧点！慢点跑，慢点跑！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再追上！都跟上！上面，山路滑啊！快走！快！快！头里，往头里走！跟上！接着！大家注意安全！大老爷子，你俩先下去，剩下的一次下。大伙儿信我的，肯定没事。好，赶紧的！为嘛我先下呀？还为嘛你先下去？压死你呀！废话，我操啊！挂停了！你们在我身上贴大坨子，快点！我来了！哎，快点，大佬！小心，大佬！大伙让一下，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！所有人安静！我也下去帮忙。别下去啊！我怎么了？别瞧不起女人啊，河神！哎，慢点啊！来，放平了，进来。下一个，抓紧了啊！快，把他弄过去，一块弄过去！快，小船！别坐一边，我完了！你可就走不了了，电话没有。凭感觉呗，这人越是藏着，就越有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说是不？这阵子可把我们哥几个祸害够呛，孙子！老伯，你还是善良，留这么个玩意儿干啥？咱又不是混混，我们是警察，哪能随便杀人？他的罪啊，自有法律定夺。这款钱都他背了。划好你船就完了，这江湖过牛嘛。不过提前审审吧，也有这个必要。哎，说说吧，为什么要用九牛二虎一只鸡来沉尸啊？哎，别跟我说你也迷信风水，那我可真有点瞧不上。竟然被你看出来了，没错。说起来，那具尸体也是故意让你们发现的啊！你想制造恐慌？你很聪明啊，河神。没错，真正能让天津卫发大水的，不是风水局，而是炸水坝。我早就在水坝下面埋好了炸药，只剩最后一个炸点。那你还不早点动手？等什么呢？你还不明白？我在等你啊，河神。来，我来给你们重新梳理一下。发大水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这条大水是谁弄的，魔路道弄的。到时候百姓们就会觉得魔路道都是活神仙。我现在看像个火塔吗？要想达成这个想法，首先要散布恐惧，让大家知道魔鬼
的包括你。我要是想杀你的话，我早就得手了。因为你是河神，我要把神拉下地狱，我要让老百姓看着河神杀人，让他们全崩溃。当西洋缺失的时候，蘑菇道的出现，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臭头子，哎，这是不是疯？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太虚伪，太没劲了。丁哥哥，哎呀，醒醒吧，你没机会了。哎，于四儿，快点！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哎，你儿子！流氓，老郭！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啊？刘芳跟于四儿呢？啊！大成啊，又是中了邪术了。笑什么笑啊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莲花清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的计划泡汤了，活着也没意思。但是最起码，我要拉着你这河神，给我这河妖陪葬啊！鱼吗？
我想了想，觉得你跟那小孩声音挺像的，而且我觉得吧，哎呀，还是拜天灵盖解恨。师哥，快跑！这孙子都死了，为嘛幻觉还不解除啊？哎，何呢？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咱们就随便走啊？随便走就走不出去了。还记得他们吧？啊？那不是卖馄饨的老爷子吗？您怎么进来了？老爷子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你们不该来的地方。你们是想走出去吧？想出去就答应我3件事儿。不是10件都行，只要让我们出去就行。第一，不许多嘴。第二，一会儿我送你们的时候，不许回头。第三，出去以后好好生活，不许对外人提起我们爷俩的事儿。能做到吗？哎，不过老爷子，我有个疑问，您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而且，您为什么要帮我们啊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家就住在这儿啊。至于为什么帮你们，也许你忘了，前几天我这小孙女儿贪玩到别的河里去游泳，是你救了她呀。想想，行了，3更一过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你们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，记着，闭着眼走，千万别回头。老胡，你行啊，把人家孩子给救了是吧？没听你提起过。哎呀，真记不住了，嘛时候的事儿啊？哎，别动！水声，水声，这还真有，听见没？水。哎呦！老爷子！这怎么还压了条蛇呢？真倒霉孩子，这不缺德吗？快上来！坐吧。吓死我了！你们还好没事儿。姐姐，我们掉下来多久了？少说2分钟了吧？啊，才2分钟啊！那不又是幻觉吗？他呢？早飘出来了，让猴给呛死了。这劲还喝药呢！我呸！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走吧。可算是完事儿了，回家洗洗睡吧，明天领赏去。想嘛呢？先回去跟师傅报个平安。我想吃熬小鱼贴饽饽，谁去？我去。我也去。你们想归想，去归去，
可谁认识回去的方向啊？于四儿啊，他肯定知道，是吧？可没有啊，我是于四儿，可不是狗四儿。划船吧你狗四儿！狗四儿就你这模样。狗四儿，我这丽江公的包可坏了啊！你回去高兴得赔我一个。请地倒映河边，暗淡将翻面，断头的肉成脊梁，上路烈酒更断肠，怎不让黑的眼魂哭一场？白发又下船天就位，两道五桥三道关，大道的海光四北马尾北大关，南北女正义同造中间，和神力在天居位，归水若要遮了天，不在心中永远黄昏祭奠，正次在中间。断头的肉成脊梁，上路烈酒更断肠，怎不让黑的眼魂哭一场？白发又为黑发人穿白衣裳，无用无声无魂无心无闻，何要入海拦不住的江湖人？只为离缘一场，几为长骨肉损，从此江湖渺漫，谁又是何人？江湖人，只为离缘一场，几为成骨肉损，从此江湖渺漫，谁